现在开始排队了。就对九记牛腩，我觉得挺奇怪的。网上说老板不给拍，我一个大陆人说普通话，说我想拍一下，老板都说随便拍，而且很有礼貌。这面40块，这个牛腩200多。牛腩面、牛筋腩面，第二次吃就有经验了，这份70。粗面超嫩，入口即化，好吃。他这店反正好多年米其吃2个85。有没有香港的观众来评一下贵不贵？加了个鸡翅。一天连续吃了2次铜锣湾超级实惠好吃的午餐，你们也来尝尝。中午12点和下午4点半吃的感受完全不一样，也有雷。现在去吃。今天来的店是老观众推荐的，也是香港本地人推荐的。哇，这牛腩量超大。到了，来吃吃看，很多博主推荐的水记牛腩吧，说比九记好吃。10块这一碗，牛肉丸冰牛杂，88块挺多的。吃个鲮鱼丸，看咋样？买了点衣服，香港还是好逛，好像也不用排队吧。挺奇怪的，我进去说老板可以拍吗？他说随便拍，然后热情各种介绍，挺奇怪的啊。我个人是不搞跟风骂的政治正确，我只评价实物。我这个频道被骂成什么样无所谓，我只追求真相。缺点就是肉碎了，因为一直保持烧开的状态，保持温度。你们来如果想省钱，直接点这种70、75的最划算，大陆价格都没那么便宜。我说的是鲜牛肉啊，不是那些冰冻国外的进口僵尸肉。不会令你失望的。好，行。好，可以了。还有英语、日语菜单。你女朋友食冷面？我要个这个上汤牛炒腩。还有呢？再要个这个净一面。净一面。哦，这面40块。这个牛腩200多。尝一尝。我作为博主，我肯定是先点最贵的试试。牛筋。牛筋是脆的，味道不错，很脆，没吃过那么脆的。油香味重，稍微有点咸。选口面，味道确实屌。面有点像吃泡面，有劲道的那种。看这牛肉，牛肉品质好，牛肉太香了，但跟家里的差不多。我在大陆是没见过用这么大的鲜肉的面店，我说的是面店，就是如果是排除那种冰冻肉的店。牛肉品质就太常新鲜了。喜欢吃牛肉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，如果自己家里会做的话，自己家里也能做出来。牛腩做的真的好，脆弹香，就是有点肥。它的清汤牛腩就属于每一个开清汤牛腩的店都应该有的水平，但很多店都弄虚作假，都出不了这种成品。挺香的，不过就是家里面自己做的也能复刻。它的这个清汤面味道很香浓，而且很自然，不会是那种清汤寡水没味道的。虽然你们看视频看着没味道，但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它这个主要就是大块肥瘦相间，味道挺好的。它的这碗面我是挑不出来毛病，牛肉用得好，面也能挂得上汤汁，汤也还不错。唯一要说一个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盐放多了一点点，但也不是太多。先不谈味道，像这样成品的牛腩店，我在中国大陆没见过，除了是那些连锁店半成品预制菜、冰冻肉。这个汤更清爽一点，可能是因为冲的水。这服务态度挺好的呀，
各种随便拍，然后问我好不好吃。总结一下，就是完全的家常味，100%的家常味，就跟你自己去店里面，去菜场买个新鲜40多块1斤的牛腩炖出来的味道差不多，只是切的比较大，炖的火候还行，没有啥特殊的，味道挺好的。自己做必须要注意挑选牛肉，还有就是牛肉要泡血水用流水，然后焯水只能打浮沫，不能换水。千万不能用高压锅，高压锅没有香味的。我说的都是核心。它这个牛肉的食材就上海普通菜场里买的新鲜牛肉，上海真的也要开这个店的话，完全能复刻。但是你开这个店那一碗至少得卖个120，卖120没人能接受，肯定又要狂嘛。这对了，忘记说了，它的技术跟牛肉完全跟易桂河差的有点远。易桂河水平比这高，易桂河才卖88就很多人接受不了了，这完全没办法做生意的。在上海，我说的是好食材。上海反正我吃过广式牛腩煲，卖30多块的全都是冰冻肉，一吃就明显，我都不爱吃。倒是好像有大陆人在里面吃饭用英语的，因为听那口音一点欧美的口音都没有，就是大陆人说英语，何必呢？我感觉说普通话香港人态度也挺好的。又来吃一遍，主要有观众说要吃咖喱的才有特色，再尝一次，反正味道还行。人太多，基本都要拼桌。丝袜奶茶尝一尝，特色。牛腩面、牛筋腩面，全球。正宗丝袜奶茶味道完全没错过，有点苦味。尝一尝啊，这牛腩、牛筋超大块，超嫩，冻着就超嫩，粗面超嫩，入口即化，好吃。再点咖喱，这粗面是啥？这粗面有点类似贵阳的那种面，外地人可能吃不惯，比较有嚼劲，但味道跟那个不一样，只是说类似。它这个咖喱牛筋腩挺有特色的，这2个90元可以。它这牛肉就比较软嫩了。唯一有点缺点就是肉有点碎。牛筋味道真的好，没有那种腥味。它这咖喱还有点辣，香浓入味，可以。面比较脆。现在开始排队了。咋说呢？它这个咖喱牛腩家里就做不出来了，但是味道就还好，也可以。牛腩牛筋比较新鲜吧，没什么出奇的味道。反正比清汤的有特色，清汤那个我感觉我煮出来跟它差不多。我觉得清汤那个你自己在家煮，买个40多块1斤的牛腩，能做出一模一样的。反正综合来说，味道是很好。如果是让我的话，我会经常吃，我也会再吃。我不会像别人一样说老板人品差什么不去吃，但你要说它味道有易桂河那么夸张，那确实没有。易桂河牛肉的食材的选择，汤头的清爽，更香浓的融合度，更有层次感的味道，那它肯定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，但也挺不错的。反正香港我是没吃到跟九记水平一样的，目前来说。这房子挺有特色的，这里有家披萨店，太香了吧！终于到了，不好吃的话就无语了。感觉来这边挺麻烦。看到了，就这。香港有个好处是，任何地方都有避雨的，所以不打伞下雨也可以。好像也不用排队啊，5点钟，也算到饭点。它这店反正好多年米其林吧，但现在好像不是了。他说他是鲜牛腩，我有点不信。
也有可能没有冻牛腩的那腥味，但是鲜牛腩的话，感觉太老了吧。服务员还挺好的，让我别点180的，让我省点钱。服务员挺好的，让我别点180的，省点钱。厨房还不给拍。那你现在得做着呢。好，这不是好多的吗？对，吃2个85。我现在从视频上看，这牛肉比较像上海的那些安徽淮南牛肉汤的。看一下这个牛，感觉比较硬。这店进来有点淮南牛肉汤的味道。牛肉比较老。这是1分钱一个，跟9记牛腩的牛腩比差的有点远。这个菜饭没啥味道，这个连盐味都没有。再吃一块。安徽淮南牛肉汤上牛骨头上剔下来的肉，贵一点的就差不多这种感觉。据我所知，那些都是冰冻的。牛肉有可能是生煎的，但是太冷了，超级冷。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冻肉，青山味道没有，就是太冷，超级冷。我说的是上海周边的，不是说淮南那边。还没有我做的好吃。尝一下汤，汤比较清爽，还带洋葱的味道。它不仅有大葱的香，还有洋葱的香。下次我煮饭也可以学着放点这个洋葱，放了好吃。汤可能加了点糖，甜的有点不自然。牛肉比较瘦，我还点了个鸡翅，听说是招牌。牛肉超级好，所以刚刚吃的那个。尝一下萝卜。萝卜特别甜，放了糖的甜，还是本身的甜，有点吃不出来。萝卜算有特色，跟普通的不一样，特别甜。确实这牛腩，不用点太多，比较老。而且他们家的牛腩整体没什么香味，基本就是一个没味道，9记有点香味。它的汤洋葱味比较浓，牛肉味道没啥，但汤还可以，挺好喝的，而且汤是甜的。加了个鸡翅，说特色，看一看，4个吃能要60，有点贵。我觉得我花这100多就是来喝个汤吧，而且不确定是不是自然的甜。但这是没熟的，没熟的。有点理解为啥香港人要跑去大陆吃饭了。如果不是专门找顶级店铺的话，确实又贵又一般。菜饭基本上就是在吃冷饭。鸡翅味道比较一般。普通人来吃的话，应该就大陆人来吃应该接受不了。这个价位吃那么老的牛腩，但是汤还可以，萝卜还可以。这个牛腩太老了，而且品质一般。全部这些140、50块，你们能接受不？刚刚吃到块萝卜，居然还有8、9的味道。鸡翅吃了3块可以平价。外面的这层面皮特别厚，有点老式炸鸡的味道，里面特别嫩，还是多汁的，也没啥盐味，还可以吧，但没吃出来是，没吃出来是不是冻的鸡翅，应该还行吧，吃多几块味道还可以，吃
说话的味道一般吧，感觉如果是大陆的，基本没有必要专门跑过来吃这种湖南牛肉，感觉还没东北的做得好，还别说云南、贵州。你说这种店要专门跑来吃的话，真的大可不必。不过今天学到一点是，炖牛肉的时候放一点洋葱会更好吃。就这个店完全跟九记牛腩对比的话，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一个是认真做的，稍微有点考究的。就这个就是家楼下随便吃的小店。如果它不是在天后站地铁口这个位置，不在香港的话，要在中国大陆，基本没人会专门跑来吃，也就是个兰州牛肉面的水平差不多了，真的差不多。这个平价咖喱饭就在干牌烧鹅附近，来到了个菜场，好像是在个菜场里面。里面吃饭人巨多，人太多了。就这家了。哇，太忙了，要坐下来等他点。打包的超级多。我还有麻酱面。这里可以吧？里面那个厨房不方便拍照。我就这儿可以。价格倒是比较便宜吧。我要个鸡鸭双拼饭，然后再加个小的咖喱牛。对，然后鸡鸭双拼饭。好的，行。对，就单独加的牛泡，这样。就这个单独加的这个，这边的店好多呀。像倒杯茶，免费茶，好像不是喝的，我也不敢喝，只能拿来洗筷子。这么大碗，这汤也太大了。其实这50就挺多的。鸡鸭双拼饭，先尝一下。这鸭肉可能不太行。鸭肉。鸭肉就一般的烧腊的味道，本身食材有一点腥味，但是被压下去了，不是很吃得出来。再吃一点。其实鸭肉就4块，那2块骨头没什么肉，尝这个，但这个厚的肯定不行。这鸭肉不太行，就那2块带骨头的还是脆的。这鸭肉就跟大陆差不多，就随便找个烧鸭店味道差不多。现在来尝一下，这是油鸡还是烧鸡啊？一次搞掂。20块涨一这么多。鸡味道还行吧，瘦肉比较老，皮比较滑，香还是香的。尝点菜，菜炖的比较趴，还可以。鸡是给的鸡翅吧？鸡翅比较嫩，味道还不错。牛鸡吧，鸡翅特别嫩。挺实惠的，在香港。鸭子皮还可以，肉不太行，味道就跟大陆随便找个烧鸭店差不多。鸡还可以。咖喱牛肉，像这样看着老，其实挺嫩的。这牛肉好吃，特别嫩，香的很，可以。它这牛肉好吃，入味嫩，咖喱味重，而且特别嫩。从视频上来看，牛肉不太嫩，但真的吃着很嫩，当时。这个拿回去当零食算了，掌意味道一般，但是能吃，吃得出来是自己店里做的，做的比较随意，反正能吃属于。这牛肉相当好吃，没再去加一份。
但它的牛肉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我下午来吃就完全不一样。牛肉不错，真不错。土豆炖的也烂，但它没碎，所以很。土豆是炸的。啊，这牛腩是真好吃。我个人感觉这个牛肉应该是冰鲜的，不是冰冻的，算新鲜的。牛肉加个大份的吧。这牛肉是真可以，嫩啊，而且它没有什么那种肥的，处理的也比较好。如果你们来的话，直接点咖喱牛腩饭就行了，直接盖在饭上吃。这牛腩是真好吃。尝尝汤，排骨汤8块也不贵吧？这吃的怎么像猪肉一样？它不是清蒸的吗？没搞懂。汤炖的一般吧，太浑了。吃个鸭掌，鸭掌，加的80块的牛腩。它这土豆是炸的放进去的，没有炖。它这牛腩比9记的好吃，哇，太嫩了，嫩而不碎，不错。而且它这牛腩不是冰冻肉，是新鲜肉，真可以，真好吃。它的牛腩是看着有点老，但实际很嫩，而且不碎。像9记牛腩的牛腩就有点碎，我说的是咖喱的。他们家还有咖喱羊肉，我是不敢尝试羊肉，因为我看评论有些人说这牛腩是9记的那个我做得出来，因为在家里做牛腩，你炖的时间长它会散，它这个都不散，而且还嫩，特别香，好吃啊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新鲜牛肉。你们看着玩小，其实挺多的。我自己在家里炖牛腩成本也挺高。反正来他们家，我只建议吃牛腩，其他东西踩雷别怪我。鹅肠打包了，哇，这咖喱牛肉太好吃了，真的。小时候的味道，都不是说做的有多特殊，是太现在很吃不到这种味道。它这牛肉饭太好吃了，不知道羊腩饭咋样。其他那些东西我建议你们都别点，水平太一般了。就是牛肉饭太好吃了。下午又来一次，说实话，你们别走错了，这里面市场味道不是很好闻。完了要被骂了。这又来吃一回啊，晚上味道太好了。这58，就这样点，这个58，这个加了80多。尝一尝下午的好不好吃？下午牛肉没那么嫩了，还是中午更好吃。直接倒上去。这土豆是炸过又放进去的。中午饭点的时候味道最好。现在这个牛肉不老，但是属于有点嚼劲，而且温度没中午烫。中午来我味道太夸张，明天再来吧。这咖喱失败了。米饭太好吃了，比日本那些预制菜的咖喱好吃。我个人建议晚上别来，最好中午来。现在是4点半，4点半这牛肉没中午好吃，真的差距有点远，就是属于还可以吧。不仅吃不完了，中午好吃，你们要来一定要中午来，最好刚开门的时候。好了，观众推荐的新荣记粥店。刘森记，尝一尝老牌的。为啥我看这个价格不贵，人民币还要打9折？很多香港人都骂贵。3品，对，捞面。买个柠檬茶。停到會啦。有計咁多咩？这可不可以拍个你？哇，就这牛肉给的也太多了吧！这才40多块人民币，给那么多牛肉。
有观众了解吗？虾子怎么给那么多？是不是虾子这种东西不值钱啊？冇啊！我看其他人拍的视频，好像这些馄饨、虾饺全都是店里手包的吧？这人很多吗？这个是什么，老板？这个鱼蛋，我可以加一个吗？他们家加个这个东西还是很实惠的，好像5、6块钱吧。它这下面还挺讲究的，还要过下凉水。他们家对去那种碱水味还是挺讲究的，就不像那个水记，整个汤都是那碱水味。有些东西要吃完回来思考一下，好像才能发现它的好处。你就像我又去吃了另一家本地人吹比这个好吃很多倍的店，其实吃下来好像还没这味道好。从价格上来说，40多元人民币，50元左右，吃新鲜牛肉给那么多肉，大陆我都很少见。虾子味道超这种扑面而来，尝一尝。吃罐牛奶，嫩。牛肉还可以。牛腩我感觉吃着不像冰冻的，应该是冰鲜的。牛肉品质不错，而且挺嫩的，看着可能有点老，但是确实嫩。牛筋属于有嚼劲的，还可以。面味道也好吃，虾味挺重的，微微咸。尝尝云吞，汤比较清淡，不像高汤。尝一个云吞，哇塞，透明的都能看到虾了。皮薄到像这样的，我第一次见。虾挺不错的，比那天那个烧鹅的那个虾饺好。新鲜虾大只，但没吃出猪肉来了。这云吞真还吃到，对。唯一有个缺点就是汤我吃着不像大地鱼汤，有点像白开水。我换牛腩汤，它牛腩炖的水平还是挺好的。面口感比较脆弹，有一点虾微微的腥味，但这种腥味能接受，是虾的腥味，不是那种鱼的腥味。有个缺点就是味道不丰富，而且吃着感觉有点咸，可能不点虾子拌面会更好吃。虽然它这个价位确实不贵，但是牛腩品质可以的，食材用料可以。就如果我在上海想，我现在吃一个40多块的牛腩，有那么多的那么大块的食材跟这样的，基本我找不到，我也想不到，大部分都是那种带腥味的冰冻肉。就重庆有那么大块的牛腩面，但是那个牛肉质量品质也不太好，吃着也挺奇怪的。我也没搞懂它这个是什么牛腩，还是它处理技术高。很嫩，没吃过这种，好吃。这个可能是预制菜吧，但是
应该是面多一点，很弹很嫩。有观众懂的吗？这是啥做的？比较这个东西可以说比日本我吃过关东煮的类似产品好很多。这个好像是特色高一点。萝卜，味道偏甜，很脆，新鲜，应该是自己做的。萝卜味还重，这个好吃。这有个缺点，太甜了。但它甜味的控制比下一家店要好。这店我还是推荐你们来吃的，就整体水平是可以的，也没有任何明显的短板，只能说味道稍微有点单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感觉食材的质量跟分量都可以说超值。鱼蛋是不是鸡蛋做的？吃着脆的。这汤里面是啥？韭黄吗？这就是一个蔬菜汤，不是高汤，没有肉味。喝完一碗了，再喝一碗，比较清爽。味道属于中规中矩，还可以，应该适合所有人的味道，就是挑不出什么毛病。但说优点的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说优点就是牛腩跟虾都比较实在，但味道不知道咋说，就差点惊艳的地方。但它处理啊食材也都蛮好的，反正也挺奇怪的。那鱼蛋倒是挺有特色的，我不知道别家是不是也是那个味道，特别弹。要是你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试一试，反正亏不了多少，也便宜，吃那么多才82块。现在吃水鸡牛腩，香港这里买潮牌还是不错的，来一些潮牌。我来的时间有点晚了，4点钟来的吧。到了，就在这儿。来晚了就没牛腩吃了，都卖完了。好像又是很多明星打卡的店。我现在这段话是我做完视频以后录的。我看完了这个视频以后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大家在意的到底是网上的风评，还是政治正确，或者是自己真正吃到的东西值不值这个价位，还是为了跟风？我评论食物是抛开价格跟什么网上的风评，或者他们说老板的品质，因为我觉得评论食物就是评论食物，没必要扯那种政治正确。我为啥说是政治正确？就是便宜、环境差、接地气的东西是绝对不能说差的，只要稍微高于平均水平的物价，大家都会骂。如果老板再有个性一点，那基本老板都不用活了。我今天吃的这碗面是56元，九记牛腩是70元还是75元，中间只差了10多块。那为什么九记牛腩就要说特别贵，这个就说便宜呢？我是有点没搞懂。九记牛腩我觉得它技术一般，但是它材料用的挺良心的呀，品质还可以，为什么都要说它不行呢？这个是什么？10块这一碗，牛肉丸拼牛杂，牛肉丸搞定了。牛味比较重，这牛肠有点肥吧？喝点汤。汤还蛮香的，但有股面的味道。吃个面尝一尝，面口感比较脆，还行吗？10块牛肚处理水平比较一般。牛肚还行吧，炖的比较嫩，但是炖的比较烂。香港这种面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，比较像高级版的方便面，都吃得惯。但是有点像牛肺吧，尝一尝。牛肺血腥味太重了，吃不惯。就好比北京卤煮的猪肺，我也吃不惯。10块牛肚。
我这里用词比较精确，不是吃不惯，不是差。牛肉丸吃着膻味有点重，跟潮汕手打的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有香港的观众吗？你们觉得这样50块一碗到底贵不贵？我个人觉得有点贵，因为肉我没啥能吃的。那牛肠实在太肥了，有点吃不惯。如果你说是日本烧烤，把牛肠烤着吃，油稍微烤化掉点，焦香了，那我吃得惯。像这样煮的那么肥，有点吃不惯。我个人的消费观，我比较愿意加20元，吃一碗9记牛腩70元的这样，肉比这个要多一点，而且肉我基本都能吃。也不知道你们说那个贵态度差是为什么。反正这碗面你要说难吃也不难吃，汤跟面还行的，只是肉那些我不大吃得惯。汤有一个缺点就是碱水味有点重，这家店到底是游客在吃还是本地人在吃，我也不知道。总结一下，味道比较一般，但肯定不难吃，只能说那个牛肺吃不了，血味太重了，腥味有点重，然后那个牛肠太肥了。面还可以，比较弹，然后汤也还可以，挂得到面上，不会让你觉得寡淡。反正一般吧，专门来泡感觉不行。啊，对了，牛肉丸那个牛膻味太重了，不像是鲜牛肉丸做的，反正就属于没必要专门泡，但绝对不难吃，马马虎虎吧，能吃属于。不过说实话啊，这个品质56，好像我在那个9记牛腩吃的才60-70吧，好像就是牛腩面，哇，那品质比这个好的不知太多了，真的，牛肉直接不是一个等级，还牛筋那些都不是一个等级，还不如直接吃9记牛腩。真的恍然大悟，这56，那9记牛腩才65还75。那直接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，这品质完全不一样。突然觉得9记牛腩太良心了，是真的，9记牛腩肉比这个多，汤比这个多，面比这个多，味道比这个好，而且牛肉品质比这好太多了。哇，这真的傻子才选这种。我觉得真的很多人就是跟风骂吧，还不如选9记牛腩。来吃下网上说的这个味道厉害的，就这云吞面吧，尝一尝。我今天要走了，拖着行李来的。这家也在排队，这家也好吃吗？那个店在排队。这是啥东西啊？那么多人吃，你们吃过没？哦，在这儿，到了这儿。我看价格跟刘森记也差不多吧，没便宜到哪去。对，那个碟子，这萝卜好像有少一点，不好看。柠檬茶是有柠檬的。88块，挺多的。有点萝卜。柠檬茶是偏甜的。长棍牛腩，超大块。后面忘记说萝卜了，萝卜有点过甜了，但应该是自己做的。牛腩比较软烂，挺新鲜的吃。不错，也不咸。吃个鲮鱼丸，看咋样？上次在顺德吃了鲮鱼饼，看看有没有区别。基本技术等级没区别。确实鱼肉做的有点腥味，口感比较软的。但我不会吃第二次。尝一尝，有啥区别？味道属于特别清淡。面条吃得出来是自己做的，跟别的有点不一样。特别清淡，鱼味挺重的。大地鱼吧，就是那个
比目鱼长靠螺，只是鱼干熬出来的汤有点单一味道。不过太甜了。烤个虾，虾饺。我发现香港的虾饺都是吃虾，基本没有皮，皮都是透明的。虾挺大的，但是没刘森记的大。它的面应该是自己做的，特别有嚼劲，比那些都有嚼劲。牛肉品质挺好的，跟刘森记的牛肉品质差不多。猪蹄没有腥味，应该不是冻货。反正他们家味道属于清淡口的。我还是爱吃海鱼做的鱼丸，没有腥味。真鱼肉啊，河鱼有点腥。我以后应该不会点鲮鱼丸这种品类了，因为它不可能给你钓水鱼、鲮鱼来做鱼丸。目前吃的这2家牛腩品质都挺好的，反正这在大陆，我想吃点这样的牛腩找不到地方，只能自己做，但很多时候又懒得自己做。在大陆就自己买新鲜牛肉做是能复刻出来这种牛腩的，但你要去店里面基本吃不到。我说的是经济发达沿海地区，那基本上全都是冻肉，一股腥味，根本吃不下去。鲜猪蹄，吃不出啥调料味，比较清淡，味道比较像家里自己做的一样。我不是吹香港贬低大陆，我是觉得大家提高品味的话，就能让那些无良商家就都开不下去。它这个汤确实鱼味挺重的，鱼干味挺重的。我发现他们这边正宗的都是有酒，带一点淡淡的姜味。反正这家我觉得，如果是我再来的话，我会点饭配这2个东西吃，那会好吃一点，不然味道太清淡了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我说的味道是那种层次感、食材本质的味道，不是调料味。他们家吃饭就太像家里做的饭了。吃完了，做个总结，感觉味道比较平淡，东西食材应该都是新鲜的，都是至少是冰鲜的，它不是冰冻的。猪蹄没腥味，它放那么少调料都没任何怪味。咋说呢？我感觉这个口味可能外地人吃不太惯，不是说转着弯说不好吃，就是太淡口了。汤底就是一个鱼干熬出来的味道，只有鱼干的味道，味道比较单一。面条质量可能还是用心了，因为比较硬，比别家会稍微硬一点。咋说？可能本地人喜欢吃吧，外地人还是觉得味道太平淡了。类似的东西我感觉比较像日本那些排名高的鸡汤面，有点像，只是那些加了鸡和猪骨，味道丰富点，但那些太咸了。那些是不是学这个香港的云吞面弄出来的也不知道。哇，这店生意太好了，谁吃过？